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妹妹身旁悉心照顾。丽妃多次向她出手，都被我挡住了。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对我。说实话，我也并不认为你们东海的那个什么胶能有什么用，本宫也不感兴趣。可能是在后宫时间久了吧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可是，如果皇上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恐怕只能落得和你夫君同样的下场。除非是……殿下，小心点啊！小侯爷来了。啊！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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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你今日没有出门会朋友吗？我听小燕说，母亲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孩儿不放心，特来请安。没什么，不过夜间偶有惊梦罢了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大概是只野猫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孩儿其实一直想向陛下讨个什么差事，出门历练一下。只是怕母亲身体不安，有些不敢远行。你想出门办差？傻孩子，哪里有什么好的差事给你办的？你明明知道。孩儿明明知道，咱们莱阳侯府失宠于先帝，是不受人待见的。谁跟你说的这种话？这还用别人说吗？父亲身为先帝的皇子，却死无封号，未曾陪葬皇陵。想也知道一定是犯了什么错，以致被先帝疏远，早早病亡。母亲，陛下赐我这个2品侯位，日常尊养，倒也从来没有刻薄过。
其实已经算是很恩宽了，对吧，母亲？其实说这些都还早呢，母亲倒也不必担心这些。京城最近如此不安，还是肯定不会离开的。京城不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事关东海，母亲迟早也会知道的。木子侯入京，已经杀了6个人了。在下濮阳英，恭候侯爷多时。那封信是你传递的？正是，能够目睹天下第一高手的风采，在下幸甚，幸甚。你与此事有何关联？7年之后突然想起送信了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与此事有何关联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侯爷找到当年杀害淑妃娘娘的幕后真凶。你以为你告诉我真正的凶手之后，我便不会杀你了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与侯爷要做一个顶好的交易。那就看这桩交易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大哥，平静。我跟徐大哥已经商量过了，他先去安排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宫中问话。吃饭了没有？随便吃了点。主教的事一直没什么进展，大哥心里一定很不舒服吧？皇后娘娘倒是找到了打造此河的那个匠人。那我去盘问一下嘛。7年前就死了，这道庄河是他打造的最后一样东西。怎么可能那么巧？这中间绝对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庄河完工之后，内廷司伊利有3道插件，承入正阳宫时，前殿女官和长氏姑姑又会再验看一次。就算这东西夹带的十分精细，可是也不至于3番4次特意验看，也都看不出来呀。
是啊，这重重插检，若说所有人都在局中也不可能啊，居然这么多人进来，生怕这风声走漏不出去吗？如果这个东西是在乘入正阳宫之后才出的问题，那么就应该与这个匠人无关。为什么偏偏他死了？一个和正阳宫之间隔着重重关卡的小工匠，他做了什么？又能做什么？会不会？平京来了。令妹远嫁异国，独在深宫，不仅没有得到庇护，最终落得一尸两命、公道难伸的悲惨下场。下手的人固然要受到惩罚，可在下以为，此事与大梁皇室脱不了干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在下为侯爷制定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既可以为令妹报仇雪恨，又可以实现侯爷心中的宏图大志。哼，侯爷此来虽是要解开淑妃之死的谜团，但藏在侯爷心中的，难道不是对东海伟业的远大抱负吗？如今贵国朝中各为其主，人心不定。侯爷身在室外，但心中一定有所不满。在下信奉的白神告知在下，改变这一盘散沙的局面，堪当东海之王的重任就在侯爷您身上了。在下预言，3年之内，侯爷便能成为东海之王，而10年之内，东海之王定能称霸天下。话已至此，侯爷就不必再隐藏心中的抱负了吧？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？先为淑妃娘娘报仇，然后再在大梁埋下东海的种子。在大梁埋下东海的种子。正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帮你实现目标的人。瞧，这是林夕姑娘给的，说以后早晚各服用1粒，就不用吃汤药了。林姑娘总算是开恩，给了句安心的话，看来是有所好转了。是啊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不是领了要紧的差事吗？怎么跑到你大哥这儿来犯懒了？我办差的时候，大嫂你还在睡觉呢。好，搬到那边放好了啊。是。那边，慢点。冬青，帮我们把窗户开开，透透气。是。大哥的院子怎么现在冬青在管？周管家呢？你大哥说周管家年纪大了，不宜太劳累。父王那边够他忙的，我们以后啊，就让冬青管我们这边。大哥总是这么体贴周到。可不是嘛，连我的2个丫鬟到了年岁，都是你大哥安排出府的。我这个人太粗心了，屋里屋外都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这话说的没错。这京城里多少大家闺秀，是又温柔又会伺候人，这打理起家务来，那真的是面面俱到呢。面面俱到是吧？那谁让你就喜欢我这样的呀？啊，对，说起来，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再后悔了。喂，你们2个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可以当着平静的面这样对我？我知道你这个人，
我也知道你在大梁京城的地位。莫非侯爷对在下的计划不感兴趣？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我筹算这些，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在下当然有自己的用意，侯爷只要清楚，在下的用意和侯爷的目标并不冲突，方可。说到这里，在下还想请侯爷帮个忙。侯爷可知道长林王府？这话问得有点多余吧？那而今长林王府在大梁的地位，侯爷也还清楚。长林君英武勇猛，长林王府自然功高盖世。如今的长林王府可不光是功高盖世了，长林君乃先帝所赐，皇帝向来对长林王府恩赏有加，皇帝与长林老王爷感情甚好，近来大有将长林王爷的意见视为己见之意。而老王爷已经年迈，长林王府真正的主心骨是萧平章。说了这么多，侯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想必已经知道在下话中的意思。萧平章，区区一个长林世子，不在话下。拿下萧平章并不难，可他身边还有人。世子妃蒙浅雪，笑话。就算他是蒙之的侄孙女又怎么样？就算是蒙之的爱徒，寻飞斩，我也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可还另有其人，长林二公子萧平京。萧平京，此人虽还年轻，但武功盖世。若是他与蒙浅雪联合起来，恐怕连侯爷这样的身手也很难从容脱身。我倒还真想去见识见识长林王府。陛下，陛下。没事儿。他一说只是风寒，未曾发热便不打紧。皇后啊，不早了，你回去歇息吧，这儿有他们侍候便是了。陛下玉体有恙，臣妾怎能安睡啊？好了，朕知道皇后有心了，去吧。去吧。是。你这又是跟谁学的？林姑娘给你行了好几次针了，感觉如何呀？哎呀，我也说不好。不过说实在的，
我这之前也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对。既然感觉不出，那你就去看林姑娘的脸色吧。要是有所好转，她的脸上一定会好看些。可你是不知道，林姑娘从头到尾连眉毛丝都不会动一下。我就在想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是怎么修炼成这样？怎么了？什么人敢夜闯长林王府？站住！二公子，都齐了，在府外戒备。是，跟我走。是。你睡吧，今晚我守着。跑了吧？长林王府的守备比我想象的还要强。虽然进了东院，还是无法靠近萧品章。这个在下可是万万都没有想到，侯爷可是天下第一高手。你这般打探长林世子身边的防卫，是和他有什么恩怨吧？什么恩怨并不重要，要想瓦解大梁，实现侯爷心中的伟业，就要先灭掉长林王府。而现在，辅佐侯爷灭掉长林王府的人，在下已经帮侯爷物色好了。прин京，徐大哥，我听说昨天晚上莫兹侯夜闯长林王府，你大哥大嫂没事吧？这顺序不太对啊，怎么先问我大哥他们？啊，我知道老王爷不会有事的。还好没事，他还没到我大哥寝院就被发现了，之后立刻就逃走了。淑妃娘娘的事情跟长林王府没有关系，她为什么要闯长林王府？难道他是打算闯宫之前，先拿长林王府试试深浅？他还敢闯宫？我就乱猜的。走吧，先去问话吧。臣参见娘娘。陛下伤寒未好，娘娘怎么不在养居殿侍候？莫兹侯在金陵城中游荡，就如同淑妃的鬼影，时时悬在陛下的眼前一样。本宫不需要他说一句话便知道，他并不想见我。臣此次进宫，就是想请娘娘安心。微臣虽不知细节，但最多数日，此事便能了结。真正的了解。喝了。来，
打小就体弱多病，每次吃药，你都是这个表情。说好了放手让孩子们去折腾，结果陛下还是不放心呢。你冤枉朕了。太医说了，这是风感，不是忧思。太医还说了，最怕的就是津液发热。陛下好生歇息，管他外头什么第一高手、第二高手。今日这宫里，哥哥我亲自给你执业。好。淑妃宫中的医女说，临产前整整3个月，她一直都守在淑妃的身边，旦夕未离。哦，对了，除了几次淑妃与莱阳太夫人姐妹叙话以外，那莱阳太夫人的笔录呢？就没有人去问过莱阳太夫人吗？她与淑妃同出一族，姐妹情深不寿又毫无利害关系，按道理说绝无嫌疑，不用询问吧？这是案发前3个月，淑妃宫中的进出名单，你先看看有什么异常。你看完了那个，再看看这个。大哥还想查出谋害大嫂的凶手呢？我自然要查。何况这2件事情，很可能是同一件事情。同一件事情？什么1件事2件事的呀？哦，我们正说当年淑妃的事情。大嫂，我饿了。饭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难得的机会啊，我都馋了好几天了。要不是父王今晚不在，我也不敢求大嫂下厨。你想吃了跟我说就是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哪敢呢？你们是没听过父王怎么骂我的吗？都说自古长幼有序，你倒好，不说怎么孝顺父兄，反而天天劳烦大嫂给你做吃的。你说，琅琊阁都教了你些什么？就这事都能骂我一顿，我就一直怀疑，我是不是我老爹从哪里捡回来的？好了，快吃饭吧，走吧。莱阳太夫人，她一个寡居的宫外之人，不会和淑妃娘娘有什么关系吧？也没说一定相关，但既然有些供述里提到了她，那就问问也没什么吧。就是因为提到了她？徐大哥，我不是要瞒着你，不过有些事过于私隐，也不好直接告诉你。莱阳太夫人毕竟是宗室女眷，我大哥要明日你我一起去。好吧，那就明日去询问一下。来，多吃点儿。母亲，孩儿虽然跟您说过想要出门历练，但也不是说话就走的。您这个样子，倒像是明天就见不到我了似的。下月就到你的生辰了，母亲想起你刚出生时体格不足，一只小猫的样子。20多年过去，你现在也长得像你父亲一样了。孩儿是一父子，没有福分见到父亲。不，你是有福分的。我儿子一定是有福分的。娘知道，你胸中本有大志，是因为娘非要拖你困在这小小的侯府之中。
在这皇城上下，根本没有人比得过你。你想要做什么，就一定能做得成。母亲，幸亏你是我母亲，没人比得过我这种话，只有您敢说。快吃吧。我最后昨夜来过一次，今夜应该不会再来，更何况还有你大嫂陪着，哪用得着你这么送来送去的？大哥伤势尚未痊愈，小心点总归没错的。大哥，小雪，外面太冷了，你先进屋吧，我叮嘱平静几句，马上就过来。大嫂早点休息。大哥，你说会是莱阳太夫人吗？无论如何，先前的结论也只是我们的猜测。毕竟，父王和陛下也曾与生前的莱阳王亲如手足。平静，你记住了，明日去莱阳侯府，无论你查出什么，但凡是与后宫之人有关的，必须立刻禀报陛下，依从旨意行事。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切莫先入为主，妄加处置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同为宗室之女，我还真希望不会是你。四哥今夜前来，难道已经认定是我了？
我与妹妹，你还是省点力气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自然是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还说那些废话干什么？是你？我只是帮助侯爷提早了一点找到了你而已。直到此刻之前，我都很难相信，你真的会对小梅下如此狠手。难道狠心的人只是我吗？同为东海宗室之女，她是宫中宠妃，有陛下护持。我却是孤儿寡母，靠着殷勤恭顺度日。她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有什么资格说我不知是非？四哥觉得我对她狠，难道他待我就亲如姐妹了吗？在这深宫当中，有多少人想他死？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想他死？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族姐妹。我不下手，也会有人下手，他早晚得死。好了，太夫人心中的委屈都已经解释清楚了。你下了这个手，侯爷便不可能留你活着，这点太夫人可还清楚？接下来，我们得聊聊孩子该怎么处置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处置冤妻？四哥，冤妻什么都不知道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四哥，我求你，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是否无辜？四哥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想知道，留下他这条命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四哥。你干嘛啊？看你被平静带的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平静说的对，小心无大错。我可是盟氏出身，当你的护卫，我最合适了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如果墨兹侯来了，我让平静守着你，我得出去跟他较量较量。那当年我叔祖父也是第一高手呢。别盼着了，赶紧睡吧。我敢给你打赌，墨兹侯今晚是不会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昨晚他一被发现立即离开，并无丝毫恋战之心。我总觉得他似乎是想来故意试探什么，而且已经有了试探的结果。哦。哦什么哦？赶紧过来睡觉，被窝都已经给你暖好了。我费了不少功夫，才说服侯爷，给了一个这样的结果。
什么结果？留住小侯爷的性命，饶他不死，因为他今后大有用处。你们要利用元吉做什么？那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谁也别想利用他。他身上流着东海的血，不会甘于平庸一生。利用二字，并没有夫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人生在世，要先有用处，才能够得到机会，不是吗？小侯爷只有这一条生路了，否则的话，就会死得不明不白。听我的，给小侯爷留封遗书，把该说的一字不漏的都写下来。你想让我写什么？当年莱阳王的死，夫人对于先帝、对陛下、对长林王20多年的恨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，不能让小侯爷糊里糊涂的被人欺瞒下去。他得知道，他的复仇母恨到底是因何而起。四哥，我求你给我句话。你抵了命，小妹的私仇算是报了，之后一码归一码。你儿子按说应该叫我表舅，如果日后真有心，以我东海为主，何愁功业不成？徐大哥早。平静，我丑话说前头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来陪你，至于如何盘问莱阳太夫人，我可完全不清楚，既帮不上忙，也帮不上腔。走吧。荀大哥，平静。二位真是稀客，这么一大早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小辉大概知道，我跟平静奉陛下旨意正在追查宫中旧事，有些细节，还想麻烦问一问莱阳太夫人，还请小侯爷通禀一下。问我母亲？啊，好，请。夫人一直没应声吗？是啊。早上夫人没出来吗？夫人，哎，小侯爷来了。小侯爷，怎么了？小侯爷，太夫人今日一早没有起身，奴婢们敲门呼叫都无应答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正想过去禀告您呢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去请太医。小辉，冷静点。
等等，你们这要干什么？回二公子，陛下命收敛莱阳太夫人由宫中勘验，再行处置。怎么个再行处置？这个去吧。是。元气，元气，元气，你还好吗？平静，我不明白，昨天还好好的，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此案千枝挂弯，一时间说不清楚。现在禁军还在府里行亡命，如果查到什么，我们一定会据实上报，绝对不会污蔑莱阳太夫人。你在家放宽心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行亡命。对。除了赵超，还会有什么？这个还得看查抄的结果，你先不要着急。平静，就算母亲有天大的罪过，但人都已经死了，起码让我为他摔盆落葬，留个再修人世的机会吧，平静。这事我会想想办法，去求陛下开恩。平静，你是长林二公子，你说的话陛下一定听。平静，你帮帮我，平静，你帮帮我，元气，你帮帮我。二公子，荀大统领，请您速去后堂。知道了。元气，先起来，起来。元气，元气，你放心，这事我去想办法。荀大哥，怎么了？本宫近日事忙，也有几天没好好看看我们二皇子和三皇子了。来，带过来。哟，启禀娘娘。陛下宣诏，请娘娘到养居殿去一趟。
臣妾奉诏参见陛下。事关内院，皇后也该听听。臣妾遵旨。上来吧。皇后娘娘，坐吧。谢陛下。回禀陛下，臣奉旨搜查莱阳侯府，发现太夫人卧房之中设有密阁，里面确实有几件匪夷所思的东西。呈上来。陛下息怒。通过此物可以推断，莱阳太夫人对陛下与皇室的怨恨，绝非一朝一夕。当年，先帝对他们母子以示开恩，真想不到，他竟是如此这般冥顽不灵。陛下，莱阳太夫人偶然得到了可以伤害长林王府的机会。这是在府中搜到的另一样物证，皇后娘娘应该是认识的吧？这是当年臣妾赐给世子妃做礼物的装盒，陛下您是知道的。世子之前也托我查过这个事情，可是怎么又会在莱阳府中？皇后娘娘，臣手中的这个装盒，才是内人一直在用的装盒。回陛下，莱阳太夫人绝笔中所言，7年前，她暗自调换了皇后娘娘送给世子妃的装盒，送到长林王府时，已经是世子方才呈上的装盒了。这两只装盒的大小、形状几乎一样，时隔7年，皇后娘娘不认识，也不为怪。只是平章程上的装盒，底座略高，其内装有夹层。而夹层内抹上了东海珠胶，
东海竹胶。陛下，东海竹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极寒植物，长期接触的人会无法生育。什么？这是妇人之心。陛下保重龙体。还请陛下不要太过担心。经过济丰堂新堂主灵溪姑娘的一番调养，小雪的身体已经在恢复当中了。能恢复就好，能恢复就好。回陛下，莱阳太夫人的绝笔所言当中，还交代了淑妃由此可以断定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莱阳太夫人一人所为。禁军一早就查封了莱阳侯府吗？是。莱阳太夫人的尸首只裹着一层布抬了出去，但没有看见萧云起的影子，应该是禁闭府中。巡妃长和萧冰晶呢？已经回宫复命去了。既然事情已经无法遮掩，那就做个了结吧。
朕怎么都没想到啊！朕的淑妃竟然是死于自己的同族姐妹之手。因为墨子侯的寻仇，我们知道了莱阳太夫人就是谋害淑妃娘娘的真凶，由此反推回去。再加上以前已经发现了一些事情，这届陈年旧案的大致因果，此刻总算是可以拼凑清楚了。没想到这些年，他假意恭顺，其实心中却如此怨毒。幸好陛下福泽深广，没被他的咒蛊所害。臣知道陛下心里难过，但如此久远的陈案能查出真相，也算是个宽慰。陛下病体未愈，若是因为盛怒伤了龙体，岂不遂了那些罪人的心愿？王兄说的是，朕确实觉得有些疲累难支。今日朕不想再处置什么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陛下，王兄你不用担心，朕真的没什么，只是想歇歇了。陛下保重，臣等告退。陛下，是臣妾无能，未能发现后宫之中竟有如此之人，害得淑妃妹妹遭此毒手，还望陛下责罚。皇后啊，这些年，委屈你了。陛下，大哥，莱阳太夫人当然罪有应得，但我相信缘起应该没有卷入其中。她现在被囚府中，处境艰难，没有办法面圣申诉。她也没有求我别的事情，就是希望我帮她告知陛下。平江，莱阳太夫人的尸首还在勘验，缘起在府中也有人看护，这会儿是不是该操心一下自己的事儿呢？我操心自己什么事儿啊？世子爷，世子爷，老王爷叫你。是。还有二公子。说，雪儿的事
你们俩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父王军务繁重，晚辈的事情尚能自己处置，不想再让父王忧心。不想让我再忧心？这是多大的事儿！天大的事儿！平常起来吧。没说让你也起来。那林姑娘诊断之后怎么说？父王，林夕说可以调理，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。要是能早一些发现，不拖到7年这么久就好了。平章留下来吧。平景，你出去。父王，您确实应该生气，但您这火不应该冲大哥发呀！出去！出去！大嫂，你大哥呢？我很少见父王发这样的火，他把我一个人赶出来了。那父王在责骂你大哥吗？这不怪他啊。对呀。父王，我听说你把世子东院从周管家的手里交给了你的副将，为什么？周管家已经年迈，孩儿想平常，现在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是不是就不想跟父王交心了？父王言重了。平常，起来说话。平常。为父，我想听你说实话。父王，周管家有一个孙女，是小雪身边的侍女。孩儿查到数年前，他曾经把这个粉盒摔坏过一次。心中害怕，那就给周管家偷偷的修补。这里头夹带的东西，周管家当时不可能发现不了，但是最终又照样送了回来。说起来，这个周管家是我们家的老人呐，他知道雪儿和你的感情，也知道雪儿没有孩子，你也不会纳二色，他怎么做？只有一个解释：不想让你留子嗣。
父王，周管家是跟随母亲进府的，心中自然有所偏向平静。孩儿不问也知道，想必他是替母亲觉得委屈了。你母亲要是还活着，头一个饶不了周管家。大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父王把你单独留下来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了一下，咱们中间是怎么查的。他要是问这个，干嘛把我赶出来啊？天江，大哥有点累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平章哥哥，好久没见你这样，父王骂你什么了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最近特别思念母亲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她了。平静的性子随母亲，时常都是那么乐天，很容易就开心起来。可惜这世上总是有那么一些让人烦恼的事情，他迟早都是要知道的。二公子，那不是周管家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王爷有令，押送周管家到杭州乡下庄子上幽禁。为什么？一大早，周管家就被叫了进去问话。老王爷为何发怒，属下也不知道。大哥，听见了，你大哥刚起身。大嫂，今天可没有早饭哦。大哥，周管家被父王押去杭州幽禁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什么？周管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平津既然说是父王之命，想必是他犯了什么错吧？可是，周管家是看着母亲长大的老人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能犯什么错被流放幽禁啊？父王的处置必有他的道理，咱们做晚辈的就不要多问了。林姑娘还在等着你呢，快去吧。看在母亲的份上，今天你问个清楚，告诉我好吗？我觉得大哥不用问就已经知道为什么了，对吧？
昨天开始我就觉得怪怪的，你跟父王肯定藏了什么事情，你们两个自己心里清楚，单单不告诉我，不行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受不了这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，你今天必须得说清楚，不说明白我不走。我还以为姐姐今日不来了呢。父王和平章的心里确实都不太好受，可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听到一些传言，真的是莱阳太夫人吗？每个人心里真实的想法，外人永远难以琢磨的。这些年，他一直低调恭顺，口口声声陛下恩宽，谁能想到，他骨子里流淌的，却是一团恨意。我不太明白，他到底在恨什么？为什么要针对长陵王府呢？你当然是不明白，我也是昨晚问了平章，才知道了大概。莱阳王犯的这个案子，是父王最先察觉，由陛下主办，先帝最后处置的，所以，凡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，他自然个个都恨。可是身份有限，哪有机会对陛下做什么？自然最先针对的，就是长林府。如此恶毒的人，好在接近不了父王和平章。姐姐心里的苦楚也会慢慢过去的。
大统领，巡防营已奉命接管，都在门外待命。你记住，莱阳侯只是代旨，并未获罪。等陛下身体稍安，便会传召。他突遭巨变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要命手下好生照管。属下明白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，我自己回去便是。姐姐慢走。平静，你在这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原来全都是因为我。什么是因为你？大嫂难过了那么多年，大哥一直没有孩子，原来全都是因为我。因为有人觉得长林王府应该是我的。你有酒吗？平京呢？怎么不来吃饭？他出去了。对了，周管家的事情你问了吗？问了，大概是打着王府的旗号，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吧。你知道，父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。既然是这样，看来也无力挽回了。父王心中不悦，这件事你以后不要再提。好在，这一切乱糟糟的事情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墨子和刘叔说要回东海，但在确认他已经离开之前，恐怕还不能说是要结束呢。
喝清茶，醒酒的，喝吧。林心，我知道不应该麻烦你，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你想麻烦我什么？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躲2天啊？为什么要躲？我还是觉得没脸回去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见大哥大嫂。你以为躲着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？这封遗书真的会有用吗？萧炎启尚在母腹之中，父亲就被刺自尽，他们母子相依为命。侯爷放心，这封遗书自然会有用处。还需要多久才能安排妥当？侯爷稍安勿躁，引线埋得越久，效果才能越好。时机一到，萧元启自然会变成东海埋在大梁王室的一把毒刃。为了这个，就算等上3年5载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外面这么大的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确定不要我跟着吗？你这个大大咧咧的性子，真的是太随蒙老大人了。你好端端的说我干嘛？你就没有觉得府上清静了许多？平静整整2天没回来了。还真是，他怎么了？闹别扭呗。是不是父王又教训他了？算是吧。莱阳太夫人罪行昭昭，莫兹侯又抢先下了手。处置他的后事简单，关键是缘起不好办。王兄觉得他母亲的许多事，缘起知道吗？听飞展说，他当时整个人都傻了。臣相信，他不知道。朕也相信。不管怎么说，罪人虽恶毒，但还是爱自己儿子的。不告诉他，反而是为了他好。毕竟当时缘起还小啊。况且这些事，没有哪一件事需要缘起来帮手的。陛下，他父亲当年的事儿呢？应该也不会有人告诉他详情。毕竟是先帝的皇孙呐。没想到你做这些事儿做得还不错嘛。当然了，这活儿我在狼牙山可没少干。你到底还想在我这儿待多久啊？李姐，我每天都帮你干活，比我多住2天怎么？你又不是不喜欢我。幸好父王没听到你这么跟女孩子说话，这腔调又是琅琊阁教的。我知道心里难过就躲起来是你的老毛病，
但是你已经打扰人家林姑娘2天多了，还不肯走，非要大哥上门来接你。怎么？你知道大哥不是亲生的，你就不听话了？大哥永远是大哥，我只是觉得没脸回去，还有一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怕大哥你生我的气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大哥，一切都没变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，对吗？难道你想变？道理不用我讲，你心里都明白。走，跟我回家吧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侯爷过来了。自然更是无人提及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周管家因为我才大嫂她知道吗？那你别告诉她。你不愿意，那就不说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说什么不说什么，也都改变不了现实。我也不愿多提，平添她的烦恼。对了，大哥，还有啊，我离家出走那事儿，你别告诉父王。啊，父王知道了，那陛下也知道了。啊，那可保不齐哦。啊？平清真的直接跑出去躲起来了。是啊，这孩子心实，怕是得罪了他的兄嫂，心里有些难受。此事虽说与他有些关系，可终归是因为小人心窄，又怪不得他。哼，这小子，他大哥晾了他几天，今天去接他回府，我看他敢不回来。那就好。那平章打小啊，就特别会哄他。哼。启禀陛下，
内阁传报，东海使团已到俄州，7日之后便可抵京。知道了。磨磨蹭蹭的，你说这莫兹侯在京城都快闹翻天了，这东海使团才到。毛兄啊，你觉得这天下第一高手还有胆量来见朕吗？臣以为，莫兹侯即使在使团里，这东海来使也不敢承认这个人曾来过大梁。哼。莫兹侯肯定不在这里面。让！大哥觉得他是已经走了呢，还是仍然潜藏在金陵的某个地方？按理说，莫兹侯前来金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该办的事也已经办了。莫兹侯留在京城挑衅我大梁天威，不是明智之举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还没有走。大哥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吗？我在想他之前留下来的字迹。旧怨已平，当归东海。可这不证明他已经走了吗？那他为什么要故意留张字条？难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吗？莫兹侯是想让别人认为他已经走了，但其实并没有走。他若留下来，还能干些什么？还不好说。帝都这么大，他若真的藏起来，找到他，并非易事。金陵城虽大，但能让榜上第一高手感兴趣的地方，想来也不会太多。既然我们不确定，那就按最坏的情形打算，加强防范便是。说的也是。这件事情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，但我们平津还是很有用处的。大统领，尽管带着他吧。嗯。我还有其他公务，先走一步了。飞展，元启那边还需要加强一些防卫吧？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对了，荀大哥，你在宫里当差，陛下今日心情如何？元启还向我去替他求情，想去给他母亲落葬呢。莱阳太夫人罪名重重，哪有人给她收敛尸首安排葬仪？早就找地方给埋了。根底还不错，
内息扎得很牢，若得认真调教，还可以有更大的长进。你是谁？我心里想什么，你们怎么可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东海使臣参见大梁陛下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梁陛下。贵使劳途远道，很辛苦啊。贵我两国一向邦交和睦，我等能仰见天颜，略表我朝国主亲近之心，实乃无上之荣耀，不敢言称辛苦。不知你们中的哪一位是名冠琅琊的莫兹侯啊？敝国莫兹侯一向仰慕大梁风物，兼有祭奠淑妃娘娘之故，因而请得我朝国主允准，名列使团之中，与我等同行。岂料幅员不够，过境方才几天，就有些水土不服，实在支撑不住，只能先行归国。期间失礼之处，万望陛下海涵。水土不服？呵呵，这习武之人身体强健，这么容易就水土不服？是，不怕陛下见笑。那莫兹侯常年隐修，即便是我朝国主也不知他身体如何。此次允他出行，虽有失察，但绝非故意，恳请陛下见谅。朕看这个莫兹侯病得不轻啊。他这次归国之后，贵国主难道不想着好生的调理一下他？嗯？是，陛朝国主也觉得之前放纵了些，日后必定严加约束。娘娘，臣早就说过，东海来人，委实不算什么大事，不过是建一间祭堂，按照故国的礼仪寄托一下哀思。连陛下都没有亲临，哪里值得娘娘为此忧心？是啊，承蒙兄长吉言，确实是本宫想多了。一个死了7年的幽魂，从此再也不用放在心上了。
令堂生前泣血所说，小侯爷真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吗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多少世事，但我也绝不是任人摆弄的傻子。我母亲被这无谓的仇恨蒙蔽了20多年，临死还要被你们利用。你们今日过来，是想逼我走上和她同样的路吗？太夫人生前行事的确不怎么聪明，但是小侯爷身为人子，你真的相信他的仇恨是无谓的吗？当年案情清晰，即便是我也不得不说，先父并不冤枉。就算是不冤枉，但是身为皇子，
元启，是我平静。来了。我打听过了，你母亲是由内廷司派人掩埋的，虽然没有标记，但具体的位置应该能问出来。我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会向陛下开口，但后来家里出了点事，也就……我明白，家母这样卑微的罪人，自然是想起来就提一提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。你徒造大辩，心神不宁，我能理解。但平心而论，先有恶因方得恶果。陛下的处置也无不妥。先父获罪而死，陛下还肯赐我爵位，养我母子在京，确实是并没什么不妥。只是我却没有这样的福分，享受着帝都富贵。倒不如从一开始就将我母子逐出这繁华之地，从此断了执念，不生妄想，倒是可以相依为命，求个善终。我向父王问过了，当年旧案是非分明，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。说到底，是你母亲自己心魔难除，才会把陛下的恩宽变成了复仇的机会。你素来是个能通情理的人，难道你想不透这个吗？既然陛下恩宽似海，那他怎么就不能留我父亲一条性命呢？当年先帝犹在，岂能全由陛下做主？再说你也看过案由，莱阳王犯下的是必死之罪，根本就没有恩宽的余地。是吗？若不是父亲与陛下同为先帝的嫡皇子，怕是还有些余地吧。邵元启，你说什么？内官大人，里面请。你我同族兄弟，相识多年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很了解你，即便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都没有怀疑过你事先知情。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相信我。是，我相信你原本无辜，相信你能分得清楚善恶是非。但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在你眼中，陛下和宗室多年照顾只是伪善，而你父亲当初的旧案，不过是一场权威相争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，可是平清，
你从小就有父兄长辈护持，我这种生而无父、孤苦无依的生活，你根本就体会不了。陛下念你皇家骨肉情分，和宗室朝臣多次商议，就是想要妥当安置你。他若是知道你刚才说出这样的话，平静，我心烦意乱，才胡言乱语的，没有必要让陛下知道。我从小到大有多希望得到陛下的认可，这你比谁都清楚。我当然清楚。陛下口谕，召萧元起即刻进宫觐见。幸好你刚才口不择言，只有我听见了。臣萧元起叩见陛下。元起啊，你母亲做了什么事情，已经有人都跟你说清楚了吧？是，臣清楚。先帝无子，唯有你父亲与朕是一母同胞。可他当年的罪行，祸及边境安稳，更是留下了数不清的血债，实在没有半丝可以宽宥之处。朕已经让人将当年先帝的处置诏书给你看了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母亲是深宅妇人，向来以夫君为天，凡事只顾私怨，不顾是非。臣自幼受教于公学之中，究其所为，实在难以为他辩驳。可是陛下，母亲纵有千般不是，仍是元起生身之母。还望陛下开恩，容臣迎回母亲尸首，重新入土安陵。元起啊，你母亲心怀怨恨，暗害淑妃娘娘，危及皇嗣。此罪行之所以没有株连到你，是因为你身上的皇族血脉，这一点你是否明白？侄儿明白。先帝的皇孙依礼，不该为逆罪之人安陵。你若是坚持让陛下给你开恩，就只能自绝宗室，两相抉择，取其一。你要认真的想明白。大伯父，陛下，母亲有生养之恩，父祖乃骨血之缘，二择其一，这让臣怎么选呢？臣实在不知该怎么选呢。好了，你不肯选，那朕来帮你选。你母罪无可赦，只能保葬远郊，不得立碑，不得进享。莱阳府爵降为3品侯。元起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容你在府里待孝，3月之后，不可再谕之。陛下已然施恩，元起，谢恩吧。
小侯爷是打算不再哀悼母亲了吗？是啊，是我无能。不仅这福地能人人出入，就连我自己母亲的性命，我都保不住。你要是来杀我的，动手吧。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那个濮阳上师，那个关于大梁的将来，与小侯爷息息相关。杀了你就无法施展，你的性命宝贵得很。不管你们有什么计划，我都不相信。你们没有理由帮我。你好歹也是半个东海人，如果我国能因此而得利，这个理由足够吗？东海打算从我这里得利？只是现在的你，还根本没有这个资格问这句话。你那日说，我的修为还大有可长进之处。如何才能长进？废物，起来！断了这个念头，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。你要想寻死，趁早开口告诉我，也省得我冒险为你留在金陵。你的父母都是罪人，你在大梁朝堂之上，已经注定没有一席之地了。你当下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跟着我好好练武。起来！明镜，虽然平常把你交给我来调遣，但是这宫内的日常巡防，说实话还真用不上你。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，就找地方休息，有事我派人去叫你。荀大哥，令尊大人去世时，你几岁啊？5岁，怎么突然想问这个？我习惯了有父兄护持，倒真的从没想过自己孤身一人的滋味。我知道，大家从小都宠着你、惯着你，怎么还不满足啊？不是不满足，我今天去探望了缘起。他家里发生巨变。难免煎熬难受。不管旁人再怎么感同身受，关键还是要看他自己，他自己能否真正的走出来。但愿吧。可我今天说的有点多了，希望他不要多想。你放心吧，时间会抹平一切痛苦，我相信他一定走得出来，别担心。这个院子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你就算多停留些时日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大梁皇帝指派了使臣随从回访东海，到时候必定要当面见我，确认我已经回国。再说金陵城绝非我久留之地，也确实该回去了。母亲在遗书中说，若从东海那边论起，
我可以叫你表舅。可以。表舅放心，我一定勤加练习，绝不懈怠。濮阳英他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实力和耐心。虽然我们都在互相利用，但是这个濮阳英，他骨子里与你我不同，他可是毫无顾忌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他是很单纯的复仇者，你最好能明白这一点。明白。老王爷，内阁转来驿报。袁术，你没说错吧？不是军报吗？不是，是驿报。这朝中的驿报转来我长林王府做什么？平章，说，是北燕使团名单。他们的五皇子这次要亲自来金陵。五皇子是北燕皇帝的嫡子，看来他们国内内战的情况比我们掌握的更加不妙。但朝中驿报怎么能转到长林府呢？皇子出使，随行护护自然不能等同于一般。护送这位惠王殿下前来金陵的是北燕瀚海王的第三子拓跋宇。拓跋宇，瀚海界的传人。此人只有26岁，琅琊高手排名也是第5位。那个现在像是有了规矩似的，一看见琅琊榜中人，就转到咱们长林府来了。你说近来这个金陵城是怎么了？段同州、莫兹侯、拓跋宇，这琅琊高手一个接一个的来，倒好像是有什么人鬼使神差在背后安排，故意推动一样。故意安排，真有这个可能吗？袁术，平津在府里吗？好像出去了。东海的事一结束，这小子又闲逛去了。你找他做什么？安排些差事给他。北燕惠王和拓跋宇一行已过梅岭。是，师父。段先生的口信是这样说的。使团名单前2日才送到，他们就已经在半路上了。看来北燕的确有些着急呀。师父，是否要请段先生盯紧些？恰恰相反，惠王在路上不会有什么动静，拓跋宇又非等闲之辈，叫他们先回来，到京城附近等我消息。是。右手用力，用力。好，继续。肩膀要平啊，稳住，稳住。好。好嘞。哎呀！是不是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？不着急，勤加练习，自然会有长进的。哎呀！再来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那好。陛下，首辅大人奉诏求见，已在前殿等候。哦，对对，朕召他今日来回禀北燕之事，竟然给忘记了。
自己来啊。唉，今年的地气暖呐，这满园的花开的真是好啊，满园春色。竟有些懒得动了。左右是你娘家的兄长，就传到这儿来回话吧。遵旨。是。哎，是不是好多了？你不是说你大哥给你安排了事情做吗？怎么还这么闲？没什么，我大哥说我认识的人多，让我搜了些与北燕相关的消息。你认识的人多？对啊，琅琊阁各地歌坊的人，我可认识不少呢。其实墨兹侯都来过了，拓跋宇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我大哥呢，就是这小心周全的性子。拓跋家可是北燕第一名门，朝中亲贵。我以为按琅琊阁的规矩，瀚海剑是不能上榜的呢。拓跋宇只是瀚海王第三子，他没挂朝制。听你的意思，琅琊阁一心只答江湖事，想跟朝堂切割开来。可照这么看来，也是很难切割清楚的。俗话说啊，学成文武艺或卖帝王家，大多数绝世高手总是会跟各国朝廷挂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哪有那么容易分清楚？也不知道老阁主当初改这规矩的时候，到底受了什么刺激。北燕派嫡皇子前来和谈，开出的条件也诚意颇足。现在，这位五皇子已晋封惠亲王，按照我们大梁的礼仪，迎客应升一级，看看是不是让太子也来历练历练呢？好，元石，这箭射得不错。谢父皇。你看太子才多大，且用不着历练。这日常的陪同，就让长林世子代行吧。是。和谈虽说不是军务，全由内阁主理，但既然由平章代太子接客，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自今日起，和谈的进展内容，抄报一份送长林王府。是。你看，世子，这是今日内阁抄送来的。大哥，今日春色这么好，你也不陪大嫂出去走走？哼，你以为我是你的，那么闲？对啊，你怎么这么闲？我安排你办的事儿呢？都整理好了，全在这儿。既然你整理过，想必也都看了，对北燕如今的形势有什么想法吗？大势所趋啊，如同洪流破堤，非万军之力不可阻也。北燕朝廷想要挽回的机会并不多，现在就看这位新晋崛起的惠王殿下能不能稳住局面了。不过反正北燕怎么变，对咱们大梁也没什么影响。隔岸观火，是为上策。对了，平清，平清，我还有事要你办呢。二公子，孙统领，
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。说好陪徐凡人弟兄们切磋的，怎么可能食言啊？请。这些是什么人？那些是关外7大马场的人，他们每隔1年来京城送一次年礼，因为远途而来不容易，所以一般要待到4月中才会回城。送年礼？送给谁啊？他们是给朝廷供应战马的，多少在京城有些人脉，年节走动一下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亲自去他们住的福来客栈，给这些马场的人打个招呼。这里是天子帝都，不是关外，不要这种万马奔腾的气势。闯出祸来，不是给咱巡防营添麻烦吗？是。走吧，请。这就是内阁最终允准的条件。在他们看来，燕梁两国结盟，谈到这个条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内阁远在京城，很多情况不如咱们了解，倒也怨不了他们。可孩儿知道父王一直想要的是什么，眼下这个机会如此合适，绝对不容错过。师父，长孙大人，怎么样？7大马场归城的日子定在了4月16。不知今年属下是继续跟他们回到关外，还是留在京城听候号令？北燕使团未到，京城走向不明，我们先等一等。是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去睡吧。这是明天上朝要交的，还得有一阵子呢。我不困，我陪着你。陛下，燕梁边境素以成乌山南岭为界，这次北燕主动提出撤军北岭，并遣驾郡主联姻，缔结约书，永不犯界，结永世之好。内阁以为，我北境已有大虞强敌，燕梁修好，可以缓清边境的压力，对我大有益处。还是请陛下允准。君卿如此一说，此事便涉及军务了。王兄怎么看？回陛下，燕梁修好，臣没有意见。至于北燕提出的条件，老王爷，联姻撤军，这条件很好啊。荀大人有所不知，成乌山南岭虽然以岭为名，其实坡度甚缓，无险可据，所以北燕的成乌大营本就在北岭，不存在撤军一说。陛下，抛开这虚的一条，北燕实际上只是打算嫁个郡主过来而已。臣不知陛下有什么意愿。哼，朕明白，北燕之使跟咱们来虚的，不就是想嫁个郡主吗？可以，但咱们要给他加个条件。这北燕现在内战，什么能拿得出手啊？说的是。陛下，我大梁的战马向来育种不一，不及大于北燕的品种雄健，而且大多由私家马场向西京邺秦购买皖西宝马，驯养后
在统一供给兵部的，不仅耗资巨大，而且很难多代培育。臣以为，趁此机会，要求北燕提供500匹种马，在兰州水草丰茂之地，以朝廷名义开设马场，由长林兰州营代管，不需数年，情况便会大改。相关细务，臣预拟了一份，请陛下圣阅。好主意。内阁觉得呢？陛下，这战马归兵部统一调配，长林兰州营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只是建议，荀大人若是觉得指派谁比兰州营更合适的话，自可说明理由，向陛下举荐。朕不觉得由兰州营代管有何不妥。再说了，此等细务可以容后再议。荀卿啊，与北燕的商谈由你们内阁主理，方才长林世子所提，务必加上。遵旨。好了，父王，我临走前叮嘱小雪监管他的，现在连小雪都坐不住，跑出去了，也难怪平静不耐烦。你15岁就帮衬着父王办事儿，他都21岁了还没个定性。你看，谁啊？我。父王，大哥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要是明天回来，你是不是也打算睡到那个时辰呢？我就眯了一会儿。再说了，大哥让我看的这些，全看完了。你看了？啊，好，说说。别的都没什么意思，但这个，北燕的结盟条件，什么撤军北岭，这不是信口胡说吗？平章啊，是。今日朝堂上你我增加的条件，荀大人嘴上不说，其实是反对的。但是改良战马乃是对朝廷大有益处的事，内阁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内阁反对的是你奏折里提出了让兰州营代理战马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也许是为父多心了。朝廷自设马场，是。老王爷加了这个条件之后，内阁和兵部、户部一直在加紧商议之中。也好，让这些大人们先商议商议，我正好想想该怎么利用这个机会。你去看看关外马场的人住在哪家客栈。是。这是父王存放公文的地方，你小心些，别翻得太乱了。大哥，你想让我找些什么？朝廷历年供给军马的采购清单。看来父王说内阁态度奇怪，其实并不是多心啊。给你2天时间，这次不许偷懒。荀大人当心。啊，无妨，无妨。兰州营，
星象艺术果然说的没错。上师此言何意呀？这次星象如此明显，不光是在下的白神坛，相信青天剑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不过是没人敢说实话罢了。若是和荀大人私下里聊一聊，并无关系；但若是公开，在下绝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。将星太盛，其芒以亲自危，星数晦暗。此为凶相，那要看对谁而言。若是主将星之人来问，此相便是大吉。在下一直以修心、敬神为正道，向来不愿插言于朝中之事。只是深受娘娘之遇之恩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多言两句。今日可控马场，明日方能掌管粮仓。陛下一旦习惯了所谓武臣不参政，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？宣大人，告辞。上师留步。我听娘娘多次提起，上师见识高远，是可以信赖的人。而这眼下的时局，上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？封地里不好说话。在下乾天院刚刚采制了一批新的春茶，荀大人若有闲暇，可愿来品饮2杯？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样？大哥，全在这儿呢。这些是朝廷每年进行拨款的项目和数额，还有这些是各大兵营每年向朝廷所呈报的所需的军费数目，包括战马的数量。而这些是兵部记录的每年购买的各类军资，还有战马的数额，10之8九都是出自那7个马场。大哥，你看这里，这粤北草场的单匹马价格，竟然比我长林从大宛直接购买的宝马2种还贵。还有这儿，去年4进无事，竟然还分春秋2次买马。内阁之所以态度暧昧，难道跟这个没关系吗？是啊，大马场主、地方官员、户部、兵部，各方利益相关层层交织，又怎么能不投射到内阁？我们从这个角度深挖下去，一定能挖出些朝廷内贪腐的官员来。谁说我要深挖了？大哥，你叫我查这些，不就是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内阁反对我跟父王提议的原因。你也在这拘束2天了，把这收拾一下，去找朋友散散心吧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勾连，我们就置之不管吗？你想怎么管？地方行政6部职权皆为政务，我大梁的规矩就是武臣不参政。现在一来并没有出什么事儿，二来内阁也未明确反对父王的提议，三来未得陛下允准指派，我长林王府又有何缘又暗中监察朝臣？我以为父王应该可以。平静。正是因为父王有威望，有兵权，我长林王府行事才不能随心所欲。如果自己心中都没有约束，可以为所欲为的话，怎么能怪别人的看法是错的呢？
长林王府的话虽然说得漂亮，可以内阁在意，可北燕惠王入京在即，短短10日，内阁怎么可能会找到比兰州营更合适的人选？相信大人心里边也细细盘算过吧。北燕国开出的条件对朝廷十分有益，内阁根本就没有理由反对。说实话，老夫也觉得这500匹良驹十分令人心动啊，也不准备反对。比起将来太子朝堂的安稳大局，这些只是当下的小利。不过大人说的对，表面上的确很难反对，关键在于私下。私下为朝廷提供战马，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源，眼看着就要被人切断，心里不舒服的人恐怕不止大人您。我知道大哥说的话很有道理。我们长林府不是那封文奏事的御史台，手上没有监察百官之权，不能单凭感觉随意查扰朝廷官员。如果完全不顾职务所限，自己想查什么就查什么，纵然起心为善，但久而久之变成了府中特权，未免会坏了制度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明明已经有所察觉，却完全视而不见。其实根本就不难查嘛，马场的人现在全在京城呢，我们只要顺着这条线顺藤摸瓜呢，就全查出来了。烦死了！只要是沾上这些朝堂之事，就难免有些矛盾的地方，有些看起来根本就无解。所以我才说，还是江湖悠远，舒服自在。府邸抽薪，阻止惠王进京。怎么阻止？据在下所知，7大马场的人最近都在金陵城中。上师的意思是借用马场之力？正是。可是与北燕的商谈内容是内阁的机密，不可泄露。万一被别人知道，承蒙娘娘恩宠，在下这乾天院信徒往来，其事尚算鼎盛，传递消息要比别处更方便。大人放心，绝不会让您沾手。燕良修好，陛下已经同意，这既是圣意，也是大局。万一掌握不好分寸，引起两国的纷争，恐怕目前的北燕不可能与我大梁有任何纷争。宣大人，长林王府所加的条件，北燕平日是断然不可接受的。可您知道老王爷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吗？丽茜，你算局外人，你帮我听听看。如果朝堂有朝堂的规矩，我们江湖自有我们江湖的做法。大哥不愿意监察朝臣，没问题，我算是半个江湖人，我私底下去查查这里面的蹊跷，应该不犯讳忌吧？这么听来，也算合情合理。但我大哥不让我瞎折腾，长林府里的人手我是调不动了，我一个人一双眼睛，我也不可能12个时辰都盯着不动啊。你不是说你认识的人多吗？我不可能派歌房的人去。我知道该找谁了。谢谢你。别磨蹭了，快点！走。
客官，里边请。正如大人所料，各大马场在得到消息后十分紧张。昨夜在弗莱克站密谈时，属下只是稍加点拨，他们便坐不住了。明晚还会来2拨人马，相信到时一定能达成一致。不过，巡防营却一直在盯着我们。长林王府呢？没有任何动作，他们好像不打算要管。长林世子做事还真是谨慎呢。但是，属下昨天在弗莱克站看到了长林2公子。萧平清，正是。上师需要我等给他添点麻烦？不用，由他去。怕的就是他不动。是。请。一大清早派人叫我来，是确实发现什么异常了吗？二公子说的没错，京中7大马场有5家主事的人昨夜齐聚弗莱克站，他们密谈了一夜，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吗？不知道，里面没有我们的人，但是听说今天晚上会聚集更多的人，还要再谈。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那都是巡防营自己发现的。大哥，你想啊，我们与北燕的和谈内容还未议定，这本来应该是朝堂机密，这些马场主却提前听到了风声，开始应对，说期间没有勾连。大哥，你真的信啊？看来我说的话你是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有勾连也好，没勾连也罢，咱们是掌兵之府，并无权责去管这样的事。我不过就是好奇而已，也没惊扰到哪位大人物。好在，那是因为你有些小机灵，行动也没有太过分。我可全按大哥你说的，没有随意抓来什么人私下询问，也没有凭空怀疑过哪位朝臣。不过是今晚去偷偷听一下马场的人在密谋些什么，应该不是大过错吧？哼，大哥，你小心点儿。得嘞。不出大人所料，7大马场决定险中求存，纠合京中人手，在郊外拦截惠王殿下。他们觉得，只要能伤到那位惠王殿下几分，2国翻脸，和谈自然不成。一群头脑简单、贪利的愚人。马场的人做事确实简单。您觉得他们这次真的能得手吗？他们得不得手我无所谓，但此事确实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你确定萧平京昨晚去过客栈？萧平京不光去过客栈，马场的人商量的过程，他也全偷听到了。很好，回去计划一下，将马场的拦截行动提早1个时辰。是。徒儿。师傅。召段同舟来。是。你有办法把巡防营的人带出去，但要不先告诉他们真正为什么吗？大哥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马场的人再怎么整合，人手毕竟有限，
巡防营的战力，对付他们倒是绰绰有余。肯定没问题，更何况还有我呢。好，交给你办了。是。郡主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不过在局中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那只黄雀，多好的机会！不如为小侯爷做个顺水人情。徒儿不明白。你去为师傅研墨吧。是。来了。啊，你是？给莱阳小侯爷。小侯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陛下有旨，您不能出门呐。陛下允准我在府内守孝3月，并不是说这3个月我不能出门。哎，小侯爷，你要是真的只是出门逛逛、散散心，我阿太不拦着你。可是您出城想做什么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我还猜不出来吗？荒郊简葬，不容祭祀，这我也就忍了。但我身为人子，知道了自己母亲的坟，我怎么可能忍得住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您的小心，太夫人她心里看得清清楚楚。可眼下，只要被人抓到半点不妥，宫中连个求情加持的人都没有啊！太叔，你放心，现在整个京城谁的眼睛里头还有莱阳侯府？所以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根本就没人会注意。小侯爷，村头里，外面的人全部集结完毕。我今日夜晚原本与荀大统领有约，怕是有些赶不回来，你去跟大统领禀报一声。是。里面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些旧衣服和干粮，给了多久？阿宇，是不是快到了？走了这么多天的路，惠王殿下应该是累了吧？再忍忍，今日就能到达金陵。
孙统领，马场人都是寻常打扮，分成一小队一小队的，刚过去大约1盏茶的功夫，还来得及。走，撤，跟上，撤！太叔啊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小侯爷，哎，小侯爷。果然是你。除了我，还会有谁关心你呢？我母亲葬在哪儿？母亲，不孝。多谢你的旨意。不是。此处山高林密，日后小侯爷可以暗中来祭拜太夫人。长孙大人，段先生无需避讳小侯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走，快走！小侯爷，您这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，你不用跟着我，先回府去吧。小侯爷。
阿宇，怎么了？惠王殿下，稍等，我去问问。到。平章，飞展，你怎么来了？巡防营的孙统领和平津一起率大队人马出了城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看来你是知道的。对了，我听巡防营的人说，什么马场的事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吾等乃北燕使团，特来大梁觐见和谈，不知来者何人，有何贵干？我们只是些大梁的生意人，不值一提。但惠王殿下此次进京和谈，如果成功，对我们生意影响巨大，所以还请你转告惠王殿下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是不会让惠王殿下进京和谈的。惠王殿下还不知此次和谈具体事宜，阁下何来如此定论？会不会是受人挑拨，被人利用？还望诸位查明之后，再下结论。我们的消息出自朝廷，自然可靠。还请惠王殿下打道回府，回去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真的敢？你是京城人，不知道西关之外，抢草场、抢水源，行事一向简单粗暴惯了，未必不会孤注一掷。所以你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平津带着巡防营的人出去。你倒真能放心呐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马场临时召集起来的人战力有限，总不可能又有一个像段同舟这样的高手在里边吧？你怀疑是叔父我？飞展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平章，我是怀疑这马场的事，内阁召集有司，还在商议当中。怎么这么快外部就得到了消息？看来官商勾结这种事情，在大梁也是稀松平常。如果我们非要进京呢？那就怪不得我们动手了。这次守，下次逃。他什么时候把他剑？撤！撤！保护殿下！小心！出发！中华，休得无礼！金陵巡防营前来护卫北燕使团，惠王殿下可好？还好。大梁的迎客之道，还真是别致。敢问刚才那些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袭击敝国惠王殿下？
他们不过是一群盗匪而已。盗匪？哼！大梁帝都一向是物华天宝，想不到周边也竟然这么热闹。我这就带人将他们击倒归案。田章大哥，田章大哥，田章大哥，是缘起啊！你不是在府中守孝吗？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刚刚出城，在郊外看到了段同舟。你确定？我在大同府见他不是一次两次，我不会认错的。而且我觉得，他们是针对平静布了一个陷阱。坏了！备马！是。孙统领，护送惠王殿下进京。二公子，你回来！你快回来！保护殿下，保护惠王殿下！骑行队，跟着二公子，快！是。二公子虽然聪明，但也没有想到，今天你自己才是目标吧？啊？世子，荀大统领，平静呢？回世子，刚才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之后，逃往林子的方向了。二公子也追了过去。平津也追过去了。是啊。忍着。段同舟，
刚才那可是长林世子萧平章。大梁禁军统领荀飞展见过惠王殿下。荀大统领不必拘礼。可长林世子这是？急着去救弟弟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殿下海涵。哦，刚才那年轻人是长林二公子？正是。大敌当前，依然机智应对，果然是大家风范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大统领不觉得我这队伍当中少了个人吗？大统领，救人要紧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谢殿下。撤！既然我落入你的陷阱，明显是已经逃不掉了。那么在我临死之前，你至少可以告诉我，究竟谁才是让你俯首听命的人？二公子的聪慧机敏，我是完全领教过的。别做梦了，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我半句废话也不会多讲。二公子果然不好对付，但照这样打下去，你孤身一人，又能支撑多久？在那边！拓跋公子，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我总得先确保惠王殿下的安全吧。介绍一下，那位是段同舟段先生，在琅琊高手榜上，拓跋公子的瀚海剑，刚好只比他低了1位。平静。
你没事吧？来得好啊！冰晶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机会难得，我来会会他。小心，要着火的！麻烦你善后。我先送平静回去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大哥，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，我睡一下就好了。林姑娘，确实都是皮肉伤。你看，我说了你还不信。大哥，你大哥时常叮嘱你，让你小心点儿。
你但凡听进去了半个字，也不会独自去追段同舟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琅琊榜上第4的高手。你追到他能怎么样？是就地正法呢，还是擒拿恢复？今天的事不能怪平静，是我大意了。现在想想看，真的是越来越后怕。如果不是头把雨恰巧赶过去，不是恰巧，我叫他去的。这可是琅琊榜上的幽冥掌，兔八公子，不想见识一下吗？孙统领，护送惠王殿下。即便如此，今天还是太过凶险。我外面还有些事，这里麻烦李姑娘了。林姑娘，老堂主跟父王认识30多年了，平静旧约的事情他跟你提过吗？说过。父王不愿辜负泉下之友，让平静守约等候，等到现在21岁，也算是尽了心意。这三婶娘带着女儿不肯现身，想必是断了这份缘分。平静一直带着这个，也是想借着这份情谊，对吧？父王说了，明年给平静再定一门亲事。大嫂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恭喜二公子，不过此事与我无关，不知蒙姐姐为何要跟我说这些。我先走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让我说什么？哎呀，笨死了！我送你。北燕惠王一行人等已护送至皇家馆驿，周围增加了1倍的防卫。段同舟的尸体也送回来了，现在停放在刑部的殓房。元气，多谢你今日赶来报信。我虽然凑巧碰到了段同舟，但其实已经有些晚了。平静能得安然无恙，是他运气好，并非我的功劳。难得是你有心。对了，今日出城，你原本是为了什么？不用说了，你父母所行之事，若说对你没有影响，那一定是假的。但是过去种种，终究已经过去。你的将来如何，还是要看你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想要怎么走。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我都是最有资格跟你说这些话的人。希望你能体会。元气明白，多谢平章大哥指点。段同舟死了？是真的，尸首已经运了回来，就停在刑部殓房。以他的身手，就算是不能成功，至少也可以逃走。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去查查清楚。是。